当年落地150万的奔驰 S 级四驱版已经行驶了26万公里，书接上文，我们已经完成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整备。正当我们准备装车时，没想到给师傅吓了一跳。最主要现在这个轴承维修过哈，现在时间长了以后啊，你看它磨这位置，这个轴承是应该是不对。这可真是拿人命开玩笑！原来上一家修理工将尺寸不合适的前轮轴承硬塞了进去，要是导致行驶中前轮脱落，那可就不是小事了，并且全车胶套基本报废。我靠，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手都能伸进去了，再跑后桥都脱落了。为了将这台车的底盘恢复到原厂般舒适，我们要将所有底盘件进行准备，让这辆车再战10年。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先将所有底盘支臂用专用工具拆除。使用专用工具能够做到对部件零伤害，再将后元保梁进行拆除。车辆底盘已经拆通，接下来师傅将对车辆后元保梁进行拆解。猜猜这辆车有几根支臂？评论区看看你数对了没有。拆除刹车盘，当我醒来，太阳已和拆除半轴，这个冬天特别寒冷，没有人能跟我说话。后元保梁胶套烂了，色眼猫，只有他知道。这螺丝真够紧。至此，这台奔驰 S 级的底盘件已经拆解完毕。我们先从这2个后桥传动轴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明显的有油迹，就说明这一侧的油封肯定是渗油了，会造成后桥的齿轮油的损耗。因为后桥齿轮油没有报警系统的，会被忽略，有可能跑着油已经跑干了，或者说已经低于这个安全线了，就会造成机构的损害，齿轮体系也会被破坏很严重。其实你说一台车为什么我们的驾驶感随着行驶的里程的增加和年限的增加，我们的驾驶感越来越差，说整体的这个底盘感觉松散。其实松散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来自于点滴的这些配件的这种损耗和磨损。其实你看这些直臂啊，包括这些弯臂啊，都已经出现老化了，已经开裂了。这种矿量的出现，来造成了我们车的整体松散。你包括这个轴承，大家听一下，很明显的就能有声音了。其实这个速度是很慢的，这个声音假如在我们车开到80迈、90迈、120的时候，后边传动轴的这种震动感，包括整个的噪音就会传到我们驾驶舱里边。这是一个后桥的前面的胶套，大家看一下，它有4个支撑点，现在已经断了3个了。正常的车要是像这样后边这样，连晃都晃不动。对，这个不光是影响到驾驶体验了，这个已经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假如这个脱落的话，就很危险，接近就是报废的状态了，也不能用。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一般呢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相对4S店呢比较专业，他会在你做保养的同时给你做一些36项也好，甚至更多项的检查。你包括这台车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你看这么一个高端的车，这是前轮的一个仰角轴，这个轴承应该是更换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卡簧这个位置啊，锁止功能破坏了，完了那又不去更换，因为这一个仰角轴4S店应该1万多块钱，现在买拆车的还要2000左右。其实这个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你看大家看见明显的电焊的痕迹。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专业的整备机构，我们和修理厂的唯一区别是未来的这种毛病的检修对于车主的一个提醒，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说这种影响安全的我们坚决不去做，无论如何哪怕买拆车件也要让它恢复到原车安全的锁止功能，而不是用电焊去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你在用车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底盘的问题、发动机的问题打在评论区，浩哥将不遗余力的给大家分享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共同交流。下期我们将把准备好的底盘件进行装车，我们下期再见。